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在 Costco 买的 Torrent 3吨的 Floor Jack 的一个开箱和首次使用。它这个 Torrent 是有一本说明书的，但是我打开这个说明书之后看了半天，它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详细的介绍。这边反正这个图可以说是跟没有差不多。如果你不熟悉使用 Floor Jack 的话，其实可能会像我一样。有点看不懂，所以呢，直接咱们今天这个 video 就是把这个第一次的 setup，怎么用，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开箱的过程我就整个省略了，因为其实箱子里边基本上也就是现在这些东西，有2个支杆，然后一个是 Floor Jack 本身，还有呢就是跟随这个 Floor Jack 一起的一个这个增高垫，还有一个是金属的踏板，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么装。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把一个红色的这个纤维块给拿掉，也就是这个东西。还有一个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 Floor Jack 里面的一个空气给放掉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因为有一些油压，还有在运输过程中，它有可能里面有气泡或者空气，这样会直接影响到之后的表现，甚至影响到安全。那么第一次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这个黑色的这根杆子先放在这里面，然后给它进行一个连接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会开始联动。这个时候呢，只要把这个杆子往下压的时候呢，这个中间就有空间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红色的模块给拿掉。把这个安全模块拿掉之后呢，咱们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铁片给打开，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空气给放掉。那么如何打开呢？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侧面的2颗，还有背面的一共4颗螺丝，都用这个改锥或者螺丝刀给它给松开，把这个铁片先拿掉。那么卸这4颗螺丝呢，咱们只需要一个螺丝刀就行了。好了，现在拆完4颗螺丝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铁片拿下来了。然后拿下来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看到里边的这个放气的这个机关。我们在正式放气之前，先要把这个 pump 给它反复用几次。但是我们用的时候是不需要让它去升高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先把这个圆柱形把它往逆时针拧到头，也就是说把它松开的一个状态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给它这样用几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动的时候，它是不升高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是完全的放松打开的状态。接下来呢，咱们把这个整个完全放平，然后咱们还把刚才的这个纤维块给它放回来，临时的给它用一下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，在这儿去放气了，然后让它同时保持一个，这个 hold 住的状态。放气的过程呢很简单，我们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小孔这儿，把它给用某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是小勺子也行，或者说是1字改锥，给它稍微提起来一点儿。弄的时候呢，咱们只要轻轻把它抬起来就行，不要从正面，这样容易把它扎破。所以我就是按照网上的那个教程，我把它给稍微抬起来一点点。轻轻抬起来一点，然后好像是抬起来的过程中呢，还是隐约能听到一点点空气的排出来的声音。好，那给它抬起来几秒之后呢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这里面也是会有少量的油脂露出来。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这个放气的过程就应该是完成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整个装回去，就可以，基本上可以正常使用了。这边呢也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平时它是默认是一个 low profile 的一个垫子，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侧面是比较低的，适合放那种小轿车或者说一些跑车，就不用改了。然后如果你想增高的话呢，或者又给 SUV 用，那么它自带了一个这个增高垫。
我今天就不自己装了。那么如果你想装的话呢，其实原理就是把这个垫子可以先拿掉，拿掉之后它这儿有一个6边形的这个改锥的槽，然后你就用另外一个它给你配好的这个6边形的这个工具，然后直接对着拧进去，把它这块的螺丝给拧松，然后呢把这个增高垫给放在上面，然后再给拧紧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。但是因为我自己用不上，所以我今天就先不去演示这个增高垫了，那么还把它恢复成原样。然后特别说明一下啊，这个虽然这个是平时是一个3吨的floor jack，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增高垫的话呢，它的起重的 capacity 就会变成2.5吨，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步骤，把这个红色的纤维器拿掉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边的一个踏板给装在这个方向。我们首先还是把它给往下压，然后同时呢，把这个纤维块就可以用手给拿掉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恢复成原位。这个踏板在这边有2个小孔，这2个孔就是相应对应这个部分的，但是我们首先要把这2颗螺丝给拧下来。那这又是一个它没有提前告诉你需要准备工具的地方，所以你要把这个拧下来的话呢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家里边需要有一个普通的这种扳手。我这边有一个可调的扳手，反正你是可以用这个把它给它这样一点点拧下来的。因为我这边之前也是有一些其他的需求，然后有一套这个套筒的工具，如果你有套筒的话会更好。好，经过刚才的安装呢，我们的 setup 就基本完成了。然后咱们现在可以稍微来试一下这个floor jack 怎么用。首先呢，就是把这个第一个这个棍子给插进去，然后插进去之后呢，它这儿有一个把手是可以拧，然后去把它给收紧的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把手就不容易滑出来。然后我们先把它给顺时针的给拧紧。拧紧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它还有第2段，这个另外一个铁管，这个其实是一个伸长杆，然后是夹在刚才的那个杆子上边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就可以更省力的去把车给举起来。所以呢，咱们就把这根延长杆把它给放在这个地方，给放进去。它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小的这个可伸缩的这么一个小的金属的球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卡在这个圆洞里就行了。用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根圆杆这样顺时针一直拧到头，直到它动不了为止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给它不断的往下压，它就会一点点的升起来。然后往下放呢也很简单，咱们就把这根杆子往逆时针的地方，这样慢慢的去拧，这样它就有一个松劲儿的状态，然后它就会自己慢慢往回落。取决于你松的多快或者拧的多多，它这个下降的速率就会根据你拧的这个多少而变。踏板呢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升举的，那同样也是把这根杆子往那个顺时针拧到头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只要踩这个地方就行了。而同样的道理，它也是能通过脚去直接把它给升起来的。这款 floor jack 是 Costco 唯一一款在售的floor jack， 然后它是采用了一个双活塞的这么一个设计，所以说它在承重力还有承重速率上面都会比较快，比单活塞的要快。之所以选择 Costco 呢，是因为万一这款floor jack 不合适的话，我最起码还有一个机会去退掉。然后加拿大版本呢，这个很奇怪，旁边在2侧是没有那个把手的。我看很多网上的那个 Touring 的 floor jack， 这个旁边有一个把手，你是可以直接拎两侧把这个把手给把这个 floor jack 给提起来。但这一款呢，它只设置了一个这种布的提手。那咱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布的提手除了一根这种fabric 的带子以外，它是没有其他任何承重的。所以说我这边也不是特别建议大家直接去提这个拉手，因为这个东西很沉，然后更多的时间最好还是从底下直接用手抬，坏了的话不至于砸到自己的脚。那么
面对于我的86呢，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low profile 的，所以说可以原厂的86可以很轻松的给塞进去。Torrent 这款3吨千斤顶总体使用感受上还是不错的，在举升表现和友好程度上也算出色，而且应该是加拿大市面上价格最低的全铝双活塞 Floor Jack 了。唯一的不足就是制造商在第一次使用之前没有明确的说明书，甚至没有强调 setup 对后期使用安全和使用寿命上的重要性。另外，夹板侧面也没有配备硬连接的把手，这点有点遗憾。之后我会出一期用这款 Floor Jack 换轮胎的详细视频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留意一下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